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已经用令人发指的手段剥夺了3位德高望重、身世名流的生命，所以你必须要为之付出代价。这就是法律的公正。德高望重啊！不，这3位才是破坏了无数美满家庭幸福生活的罪魁祸首，他们才是死有余辜、罪有应得。住口！法庭上绝不能容许一个杀人犯公然诽谤正派名士。法庭立即进入宣判程序，全体起立！让他说，我们要知道真相，我有权利为自己辩护。我警告诸位，要是继续扰乱法庭秩序，本庭立刻休庭，转入非公开程序。被告，除非你有确凿的证据，否则法庭无法再容忍你对被告人的造谣重伤，你将被立即押回死牢。法庭可以直接到牢里对你宣判。法官大人，如果我能提供出确凿的证据，那法庭是否愿意听我继续陈述呢？除非你现在就能当庭出示证据，否则法庭不会终止宣判。好，法官大人，如果我能够提供出证明他们3个人和某一位洋人相互勾结，从英国走私贩卖鸦片谋取暴利的账本，那这能算是证据？可以算，如果法律条文……可我刚才已经说了，按法律规定，除非你现在就出示证据，否则不会影响到法庭已经启动的判决程序。我是个魔术师，既然法官大人这么说了，那我就当众献丑了。法警，快把他控制起来！不用紧张，这只是个魔术。法官大人，这就是我所说的证据。法警，把呈上来。我在想啊，
他是怎么做到的？化验结果出来了，是氰化钾。果然，我知道氰化钾是剧毒，可他怎么在法庭上用氰化钾毒死理查德的呢？氰化钾是一种剧毒，接触皮肤或吸入微量的粉尘即可致人死亡。可是理查德大法官在法庭上连口水都没喝过，而且他跟唐杰根本没有近距离接触，他是怎么吸入氰化钾的？唐杰把事先准备好的氰化钾粉末放到了账本里。理查德法官第一个接过账本，他翻开账本的动作极为迅速，这样，唐杰散在枫叶中粉尘状的氰化钾就会飞扬起来。而且，我们当虽然我已经做过处理了，但上面还是会有余毒。这个唐杰，杀了那3个祸害我佩服他，可你为什么要杀大法官呢？难道他觉得杀了法官就能免自己一死吗？是呀，本来我们还是想让民众知道，这个唐杰他为什么连杀3人，弄不好这民众觉得他有正义之举，会对法官求情赦免他呢。他倒好啊！为了博取他演出的这种效果，他居然杀了大法官呀！就是正义的也变成邪恶了。怎么说，伤人得偿命吧？老大，那怎么帮他们？你说？不用了，唐杰绝不会滥杀无辜的。我也这么觉得。我之前说过，唐杰在杀了潘玉山之后，我不觉得他完成了他最后的谢幕。可以见到。他那个表情，他当时那个表情，与其说是完成使命后的快意，还不如说是故意激怒我们的挑衅。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说他是故意激怒我们，而促使法庭尽早开庭审判他？季王兄，你审讯他的时候，他说过什么吗？他没有否认自己的谋杀事实，可对谋杀动机一直三缄其口。对，如果是为了正义去杀人的话，为什么要对自己的谋杀动机守口如瓶呢？我觉得，他不说出自己的谋杀动机，就是为了想要得到一个公开的审判。这我就听不懂了。难道他事先说出是因为那3个人私贩鸦片，会审公廨就不会公开审判他吗？这个有点说不通啊。如果什么都说白了，还需要审判吗？难道他不暴露谋杀动机，就是为了留在法庭上，赢得更多的掌声？不，我觉得他是为了杀死最后一个目标。你想象力过于丰富了。你说他最后的目标是理查德，如果在法庭上第一个接过账本的不是理查德，而是李伯伦的话，那他最后一个目标不就变成李伯伦了吗？因为当时唐杰说过，那个账本是记录了他们贩卖鸦片的账目，理查德一定不会让李伯伦比他先看到账目。可是理查德是会审公廨的大法官，他怎么可能对一个法官？因为他是一个披着法官外衣的毒枭。杨金宝，你这是手握证据还是瞎推测？如果你手上有证据，就赶紧拿出来；如果是你自己瞎推测的话，就让这推测烂在肚子里。这可是事关一个英国大法官的，不能因为你的推测而引起一场外交风波。是，我是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我相信唐杰一定会有证据。你是说他拿的是个假账本，但他手里还有一个真账本？你别忘了，豪奎的夫人说过，她曾经看过这样的一本账本。现在我们没有找到，但我相信他一定就在唐杰手里。既然有那个真账本，为什么在法庭上不用，而用这种
用隐形墨水写的假账本呢。还真有隐形墨水这东西。隐形墨水其实就是乌贼墨囊里的汁，它可以当墨用，但是这种墨汁其实就是一种蛋白质，蛋白质分解了之后，颜色自然就消失了。而对于一个大魔术师而言，这种手法根本不足为奇。现在我还在想一个问题：唐杰是一个魔术师，他想得到的肯定是一场完美的演出。那显然，今天并不是他完美的谢幕。可他还有机会吗？有，在哪儿？法庭。一个没有披着法官外衣的毒枭主宰的法庭。杨侦探，请。我想单独跟他聊一聊。好的，你们两个跟我出来。唐兄，这么晚了还让你过来，真的很抱歉。不要这么说，我一直在等你。哦？为什么？我知道你的演出还没结束。你是怎么猜到的？你不会让那本可以证明他们犯罪的账本无人知晓吧？对我来说，除了获得完成使命的快感之外，最让我欣慰的就是能够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结交你这样一位知音。荣幸，荣幸。只可惜啊，属于我的时间并不多了。唐兄，上一次跟你见面我说过，在你面前，我感到很惭愧。真的，我已经想过很多办法，真的无能为力，对不起。哎呀，你不用感到惋惜，现在的结果也是我计划的一部分。对此，我没有任何的恐惧。哎，你想知道我为什么做这件事吗？为民除害。我可没那么伟大。当年林则徐都做不到的事情，我一个小小的戏子，哪有那个能耐啊？那究竟为什么？我实话告诉你吧，为了报仇，报我的杀父杀母之仇。我5岁的时候，我母亲就因为我父亲席上大宴而上吊自杀。7岁的时候，父亲因为毒瘾发作而暴毙街头。我7岁就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四处漂流。我只能靠捡泔水桶里的那些食物来果腹。可这一切都为什么？可这一切都为什么？就是因为鸦片，是鸦片毁了我的全家，是鸦片害死了我的母亲，毒死了我的父亲。所以，当我开始懂事的时候，我就发誓，我一定要杀了那些鸦片贩子，为我的父亲母亲报仇。这也是我活下来的唯一理由。现在我做到了，我还对我的父亲母亲诉说，我说，爸爸妈妈，你们放心吧，儿子已经为你们报仇了，你们就安息吧。我还告诉他们说，儿子很快就要和你们见面了。
叫我去帮他拿的证物。英雄，真正的大英雄。可是，法律也不会承认他是一个英雄。这要是包龙图做的，肯定会判他无罪，还得送他个为民除害的大匾额。现在想想，这洋人的法律还真不如我们古时候清官坐堂那样更重民意。你看看啊，你看看这些，包括理查德大法官在内的那几个龟孙子，通过鸦片赚了多少钱？这得造成多少家庭悲剧啊！这个叫唐杰的年轻人为民除了害，还得送上断头台，真他娘没天理！前方兄，痛心归痛心，牢骚归牢骚，事实是改变不了的。而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一件事。你说，帮他完成最后的完美演出。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一会儿就去会审公廨，还是由你代表我们巡捕房做全案的结案报告。哪怕是他身后有什么托付，能让我们去为他做点什么也好。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他谢幕的时候，为他叫声好。 你跟我们说几句吧，说几句吧，大侦探。正要杀人的，您对此有什么想说的呢？请问侦探，那个魔术师会判死刑吗？请大侦探，如果魔术师被判死刑了，您认为法律是公正的吗？大侦探，您说一下吧。现在看。大侦探，再说点吧。说吧。再多说几句吧，大侦探。 现在开庭，把被告带上来。堂兄，明天是你最后的演出，你应该很想穿上这套衣服。不，这不可能吧？这是我向会审公廨特别申请，获得李伯伦法官允许的。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你们。我的人生没有遗憾了。这是你最后演出的
杨侦探，请你发言。尊敬的法官大人，我的证言将从第一起命案说起。案发前，所有的宾客都在前院的戏台前面看戏，而临时搭班的魔术师，在观众兴致正酣时，已经在皇府的后院展开了他的谋杀计划。 获取了一封信，这封信正好证实了我之前的推测，是完全符合事实的。而这封信里面只写了一句：“我拿到了你们的账本。” 其实他一直在戏台上表演，他的目光都没有离开过他的目标。当所有观众的目光都被台上的柜子吸引住的时候，其实魔术师他已经离开了戏台，赶在黄奎之前潜入了书房。这是我刚发现的。 所有观众的目光都被台上的柜子吸引住的时候，其实魔术师他已经离开了戏台，赶在黄奎之前潜入了书房。魔术师知道那封信的内容足以让黄奎立刻赶到他的书房，查看一下这本要他命的账本究竟还在不在他的保险箱里面。 怎么进来的？你忘了，我是个魔术师。回来！老爷，老爷，快来人呐！老爷出事了！快来人呐！
所发生的一切，和他原本设计的分毫不差。原来真的是他，真的是他，原来是在设计他。是设计圈套，是在计划。肃静，肃静！我要提醒诸位，如果你们再把法庭当作戏院的话，本庭只好清场了。杨侦探，刚才你的证词已基本还原了案发事实，对此本庭没有更多的疑问了。接下来，请你把第2起谋杀案再向本庭陈述事实。其实，第1起谋杀案跟潘玉山和夏雨石的谋杀案是整个计划的3连环。因为当第1个谋杀案完成之后，第2个计划就马上展开。可是有一件事是大大出乎魔术师意料之外的。我没想到，当我刚要开始实施第2个计划的时候，你小子就捷足先登了。我看见黄奎死后的第2天，你就出现在夏时雨的诊所。我料定你肯定不是来看病就诊的。当我看到你开始接近我的目标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已经闻到我身上的气味。闻不到，因为我的嗅觉不灵敏。杨侦探，请继续你的陈述。在实施第2步杀人计划的时候，被告在诊所门口发现侦探的踪影，他意识到他的杀人计划即将要暴露。你是来看病的吧？难怪才3年。侦探怎么这么快就找上夏时雨？看来我的计划还有漏洞。里边请。好啊，谢谢。夏医生一早就跟我说，半咖啡的白糖没了，让我去买。你看我上了一趟街，就买了这2样东西，就把白糖的事儿给忘了。你看你这记性，还是吃完中午饭再去买吧。反正夏医生1点半才上班呢。好吧，我送你吧。被告是一个智慧极高的人，他只是听了梅姐几句话，他就瞬间找到了下手的机会。哎，你干嘛？哎呀，我找一下夏大夫，我这个胃疼的实在是受不了了。哎呀，实在对不起啊，夏医生正在午休呢。我就找夏大夫给我配点苏打粉，我喝了就好了，好吧？哎呀，看你疼的真的挺厉害的，赶紧去吧。好，那谢谢啊。哎，大夫。先生。哎呀，大夫，你帮我看看胃病吧，我这胃疼的实在是。我不是大夫，我是清洁工。哎呦，您先坐下，坐下啊。您能帮我找一下夏大夫吗？哟，夏医生说他不舒服，中午饭都没吃就休息了。那他下午上不上班？上，他说休息一会儿，1点半准时上班。啊，要1点半呀？啊。哎呀，哎呦，先生，受不了了，我看你也真是受不了了，我去帮你问问夏医生啊。哎呀，不麻烦夏大夫了，太不合适了。医院有没有苏打粉啊？我这胃病啊，每次一犯，喝点苏打粉就不疼了。啊，有啊，我厨房就有。哎，麻烦你了，大姐。啊，好，那你稍等一下。来了，快试试看，管用吗？哎呀，好，我这也是久病成医了。我这胃一疼啊，喝点苏打水就管用。大姐，那您忙您的吧，我在这躺会儿就好了，谢谢您啊。那你休息一会儿，我去忙了啊。
离开诊所之后，他变成了另外一个角色，在梅姐去买糖的路上守株待兔。他本可以趁门房在打盹，梅姐在沉睡的机会，大摇大摆地离开诊所。可被告是个思维极其缜密的智者，他已经知道侦探来过诊所，他的计划很快就会被识破，所以对夏时雨的谋杀，这是最后的机会。他必须要确保成功，绝不能出任何意外。那么最有可能发生的意外会是什么呢？那就是1点半之前有病人来看病，这样严伯就会叫梅姐去接待。但是被人下了药的梅姐，在1个小时之内是无法叫醒的。这时候严伯就知道出事了，他会马上通知夏时雨，而夏时雨是个医生，他就会立刻判断出梅姐是被人下了安眠药。他也会察觉到杀死黄奎的人也要对他下手了。只要夏时雨一有察觉，魔术师的计划就会全然泡汤。那就是最好1点半之前没有人来。那如何做得到呢？这时候，门房里的一块牌子提醒了他。这块牌子令他心生了一条妙计。当时严伯所处的角度，并没有看清他的真正面目，误以为是梅姐挂上了停诊牌。
啊！接下来就是第3个案子，也就是潘玉山谋杀案。这案子，魔术师利用我们的掩护，进入潘府，用枪近距离的枪杀了潘玉山，并且当场被捕。作案后，他没有逃离现场，因为这并不是他最后的谢幕演出。魔术师把我当做一个小棋子，利用我完成了他的计划，这一点确实让我无地自容。但是，当时我从他的神色观察到了一些苗头。当时他的表情并不是最后胜利的神色，他反而更期待着，这究竟为什么？最遗憾的是，我跟魔术师的智慧相差甚远。在我找到答案之前，他已经在法庭上面众目睽睽地谋杀了理查德。你看，大家看看啊，这上面根本没有字，你竟敢用这种雕虫小技愚弄神圣的法庭，罪加一等。理查德！在短短的几天之内，魔术师用匪夷所思的手法，无懈可击地完成了他的谋杀计划。虽然在法庭上谋杀了理查德，但这仍然不是他最后的表演。法官大人不用担心，杀戮已经结束，但是魔术师的表演还在继续，这也是最精彩的一幕。他在假的账本上撒了氰化钾，利用目标性质实施了谋杀。可是他留下了一处破绽，这个破绽恰恰暴露了他下一步的计划。他为什么要煞费苦心地伪造一个假的账本？因为他知道，如果他用的是唯一一本真的账本，当局插手的话，他就会遭到秘密处决，这样他就失去了公开审判的机会。他知道，连续杀了4位知名人士，无论出于什么动机，也是难逃法律责任的。所以，他的计划实施之前，已经做好了付出生命的准备。但作为一个魔术师，他渴望得到一场完美的谢幕表演。杨先生，你的陈述结束了吗？不，有一点是至关重要的。魔术师为什么要对一个洋人法官，还有上海滩3位知名人士赶尽杀绝？这不是法庭量刑必不可少的依据吗？杨先生，那你就被告的杀人动机问题继续陈述吧。法官大人，请允许被告自己亲自做最后的陈述。法官大人，请允许被告自己亲自做最后的陈述。你看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好的，你的提议获得合议庭准许。被告，
你希望获得此项权利吗？这个时候，要是能有点音乐就好了。我要感谢杨金邦大侦探，充满智慧且逻辑严密的陈述。听了您的陈述之后，我的心情就变得格外平静，因为我感觉到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使命，我没有任何的遗憾了。我也要感谢法官大人给予我在法庭上陈述的权利，但我知道，任何的权利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杀人偿命。即便是杀了不该杀的人，但是法律绝不会容忍一起未经法律许可的谋杀，哪怕这个谋杀是出于正义。但是，我无怨无悔，因为这是我30年来的志向。这是我被鸦片夺去生命的父母在天之灵的召唤，这更是我为因鸦片回家，从小便失去父母之爱，失去家庭的温暖而流浪街头的悲惨童年必须讨回的公道。而我经过了10几年坚持不懈的查找，才找到这4个谋财害命、罪不容诛的鸦片毒枭。这几10年来，他们在体面的职业掩护下华阳共济，从英国走私贩卖数以吨计的鸦片谋取暴利。在他们的滚滚财源下，是成千上万家庭被毁。70年前，林则徐虎门销烟，而70年来，英国的鸦片还在通过理查德法官的渠道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毒链不断，国人难安。面对如此恶人，我唯有杀之而后快。好，这是对的。肃静，肃静，都肃静。被告，法庭上只许陈述事实，请注意你的用词。多谢法官大人的提醒。可是，在我眼里，这里根本就不是什么法庭，而不过是一个表演的戏台罢了。被告，如果你再用这种煽动性的语言诋毁神圣的法律，本庭将取消你的权利。神圣的法律？就在昨天，这上面还坐着一个披着法官外衣的大毒枭，这样的法律还有神圣可言吗？那只是理查德个人的责任，你不能以一概全，否认整个租界法律的公正性。况且你说理查德正是他们鸦片的源头的攀指，也缺乏确凿的证据。我是个魔术师，我请尊敬的法官大人允许我用魔术的手段。这上面记载了他们4个人沆瀣一气、勾结贩毒的全部明细。当然了，这上面还必须包括有理查德在内的他们4个人的全部签名。这就是证据。请法官大人放心，这上面没有氰化钾。被告，你刚才说过，法律是不会容忍未经法律许可的谋杀的，无论是出于什么理由。
所以按照法律，本庭不能给你免罪。法官大人到现在还没有听明白我要说的意思吗？我之所以渴望今天的公开庭审，绝没有想获得法外开恩的念头。我是个魔术师，我只希望能让我的魔术生涯有一个完美的谢幕。父老乡亲们，唐某献丑了。为什么专门交代我给你找来这个？我把明天的开庭当成我最后的演出，所以我要化个妆。在我生命最后的时刻，结交你这样一位知音，荣幸，荣幸。70年前，林则徐虎门销烟，而70年来，英国的鸦片还在通过理查德法官的渠道，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毒链不断，国人难安。面对如此毒枭，我唯有杀之而后快。在这儿按个手印，就今天接着抽吧。爹，你不要骂我。等等等等，娘的，早知道早把他撵出去了。爸爸妈妈，你们放心吧，儿子已经为你们报仇了。
变了，你知道吗？你气死我们了！我们还以为你被那个上海滩大包小包记者吹捧上天了呢。我刚才脑子里面都是小宋做的地图，上面插着一面面外国列强的旗帜，可就是找不到属于中国人的一面国旗。老大，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我也为那个唐杰感到惋惜，可咱没有办法呀。说实话，我觉得唐杰是个英雄，是个大英雄。只要列强的国旗插在我们土地上一天，唐杰的事就会继续发生。邦哥，你不要太跟自己过不去了。我们几个已经尽力了，还是改变不了中国的现状。但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道义。对，一个人的力量实在太渺小。沉睡的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够觉醒？我们的国人，什么时候才能够奋起？西方不是有句谚语吗？狮子不会永远沉睡。我相信，中国这个泱泱大国，也不会永远沉睡下去的。哎，好想喝酒。陈六，来酒。好。自从1845年，我大英帝国首任驻沪领事巴夫尔爵士和上海道公墓九签订关于允许英国商人在上海县城内租地、建屋、筑路条约为始，上海就成了我们西方淘金者的乐园。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的上海堪称为一颗璀璨的东方明珠，这正是我们西方文明给他们带来的繁荣，他们应该是该感恩我们。说教总是那么显得苍白无力，而1860年由贵国海军中将爱德华·霍巴特为总司令的八国联合军队，仅仅1个月的时间就攻陷了北京，火烧了圆明园，才是给了中国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宣示，那就是我们西方盟友在华利益必须得到确实有效的保证。我完全赞同两位的说法。事实上，当年拉开八国联军序幕的，就是那场海战。甲午海战让这个贫弱的中国低下了头。诸位是不是有点言过其实了？几年以前，我们各方都为共同在这里建造一座东方最大的商业大厦达成协议。可几年过去了，为什么仍然停留在一张图纸上呢？当年我们的八国联军能在1个月之内攻下北京，而现在我们却搞不定这么一块弹丸之地。这是否可以视为另一种象征？那就是中国人正在渐渐忘记了八国联军呢？是的，这的确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但我很理解领事馆的难处，一定是遇到什么障碍了。能有什么了不起的障碍？想当初，我们能有坚船利炮轰开这个国家的大门，难道现在还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得到这块土地吗？把这件事交给我们日本商会来处理。我保证，要想损害我们利益的人，都将成为死人。不，小野先生，可别忘了，商业不仅仅是生意，而是包含着政治。就算不得已采取非文明的手段，也不能让中国人感到我们的行径和他们同样的野蛮。
我给我们的领事先生打个电话，就此事代表贵我各方向政府代办，提出我们的合理诉求吧。尊敬的查尔斯伯爵，我很理解您以及我们所有盟友的诉求和心情，但是事实上，领事馆在这件事情上也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无所作为。相反，我本人一直是把这件事当作具有象征意义的事情来对待的。3年前我们没有取得最后的成功和进展，可并不等于我们永远放弃这一计划。我们一直在想尽各种办法，让计划能得以实施。对，请伯爵放心。领事馆将立即把这件事列入正式的议事日程。好的，谢谢，再见。Jake， 让约翰逊先生马上到我这儿来一下。好的。进来。您找我有什么吩咐？我想让你看看这份档案已经封存3年了，但只要是帝国的利益，就是30年，我们也要重新翻开它。不用现在看，因为这是一个几年前就制定的商业计划，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搁置至今，仍未落实，时间拖得有点太长了。现在我把它交给你。不管你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必须让此事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下去。重要的是，不能损害大英帝国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我不希望在达到目的之后，却让民众给我们加上一个掠夺的名声。你听明白了吗？请记住，我要的是结果。好的，我明白了。很好。你把合同签了，我们不会亏待你的，先生。有些钱是不能挣的，有些东西是不能卖的。我宁可倾家荡产，沿街乞讨，这合同我也不能签。今天你是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你不要忘了这是在哪儿，这是我们的地盘。江先生，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你可别嫌弃。拿着，快拿着吧！啊，这件事对你来说又不难，而且还能让你有花不完的钱。事情办成之后，还会给你在公租界买套房子。福气呀！是吗？我想和你做一笔大生意。什么大生意？您说，您说。
这些垃圾还给你。来人，我把人质包弄出去，给我剁成肉泥！你们还站这里干什么？啊！给我滚！滚！滚！泰哥，泰哥，你怎么还在这里？给我滚！ 亲手置他于死地，而且我绝不会一枪结果了他的性命那么便宜的。我要先撕碎他的心，然后再让他最没有尊严的死去。精心打扮我，是不是要去见什么人啊？去见一个很重要的人。不会是女人吧？是啊，是女的。要去哪儿啊？今天不是中秋节吗？我想回家看看我父亲。本来是想叫你一起回去的，没想到你有重要的约会，就不强人所难了。怎么了？你不会反对我回去见我自己的父亲吧？是啊，我反对你这样回去见你父亲。 我回家见我自己的父亲，你还反对？老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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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买的东西啊，我们都买回来了。你瞧瞧啊，中秋月饼、绍兴花雕，还有这么大一筐新鲜水果。苹果、想都吃。不是，小宋，这是我留我自己的。这是按老大开的单子买的，你少假公济私。哎，等等。 你们说这是邦哥让买的？啊，邦哥啊，买这东西给谁呀？燕儿，矫情什么呀？老大买这些东西呢，是为了见他将来未来的丈母爹的。你爸。 邦哥，是真的吗？上一次回老家，我爸跟我说，叫我不要再怪陆伯父了。本来我想听他的话，但好像有人不太希望。哎，你又没说你去见谁，我怎么知道呀？看来你早就想到了，还买了礼物。 连我这个做女儿的都自愧不如，邦哥，你真是有心了，谢谢。行了行了行了，你俩别在这磨磨唧唧的，赶紧回去把这个未来的老丈母爹哄好是最重要的。快走快走快走吧快走吧。邦哥，你也不帮我拿一下？小心点啊，路上慢点啊。好，走了啊，加油啊！小翠看见没？哎呀，我看他俩呀，现在这么好。 这喝喜酒的日子呢，很快就要来到了。不是他俩这么好，你咋不高兴了？是不是？老大虽然跟燕儿去了，但老大跟燕儿父亲之间的结还没解开。乌鸦嘴！他们的闭嘴！恐怕有波折。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 老
老板吧？阮会长，我们通过好几次电话，您不会不记得我了吧？对，咱们都通过几次电话了。哎呀，吴老板，今天大驾光临，必所蓬荜生辉呀！我是晚辈，今天中秋佳节上门叨扰，实在有点不合时宜，还请阮会长多多见谅。哎呀，哪里，吴老板是大贵人，请都请不来啊！请，来。啊，请进。啊，来，请坐。老贵啊，去烧点热水，给吴老板沏杯茶。晚上不要等我，那要不要我去接您呢？不必了，没事你就早点歇着吧。哎，给啊，回去吧。哎。哟，小姐您回来了。李叔，我爸呢？哎呦，真是前脚后脚的事。老爷啊，刚刚走，带着酒去会计公所找阮会长去了。那我们就在家等他一会儿。那好，咱们先进屋。谢谢。走吧。哎，小姐，您可是有些日子没回来了？难道你们想重演3年前的旧戏吗？陆县长，3年前发生的事情和我根本没有丝毫关系。我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3年前为了这块地皮究竟发生过什么。那好，我告诉你，3年前老会长杨学年为了这块土地付出了生命。对不起，我是个商人，不是侦探。我今天来和2位面洽的是土地买卖，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想听。哼，对了，我想起来了。阁下是替洋人办事的，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什么？买办。买办，说穿了就是替洋人办事，吸我中国人的血汗。陆县长大小也是一个政府官员，说起话来像个愤青似的看待华洋关系，有失身份了吧？哼，政府官员，你算是点中我陆某人的死穴了。眼下中国政府的确不争气，但是，你别拿我当政府官员说事儿。我陆某人背后的靠山，不是还在做皇帝梦的袁世凯，而是千千万万的民众。阮会长，你说我们今天的买卖还有得谈吗？吴老板啊，其实自从你给鄙人打的第1个电话提起这桩买卖的时候，鄙人就知道根本没得谈。那你为什么还让我来？我之所以没有当场的拒绝，这是因为陆县长想通过阁下给这3年来一直惦记着这块土地捎个口信儿。哦，陆县长想让我带个什么口信？麻烦你转告你背后那些洋人们，必须明白一件事情：中国不是一块蛋糕，什么人想切就能切一块走的。只要我陆江山
还当这个上海县的县长。如果有人想重演3年前的旧戏，我只能在这份合同上签上4个字：痴心妄想。陆县长，请留步。大功告成。这都是你煮的吗？当然是我煮的。那吃完会不会中毒啊？你吃了这么长时间我给你做的饭，你不也好好的吗？我发现你心里除了案子就没关注过别人。没有啊，我还以为那些菜都是从外面的餐馆里买回来。外面餐馆买的哪有我做的好吃啊？看来是真的，今天的菜色香味俱全啊！你闻得到吗你？太马屁！来，哎，别动筷啊！中秋节老爷子还没回来，怎么能先吃呢？邦哥，我发现你这么长时间改变了很多，变得越来越乖。怪？对。是挺怪，可是我怎么就无可救药爱上这样一个怪人呢？我去买瓶酒。哎，你干嘛去？我爸只喝自己泡的药酒。坐回来。别再说这些了。来，给你钱，钱付过了。好，谢谢。老爷，你回来了。你是谁啊？老爷，你怎么喝成这样？哎呦，来，我扶您进去。慢点。看着我干嘛？今天看起来有点贤妻良母的样子。但我要做谁的妻，谁的母啊？老爷慢点，小姐，老爷回来了。爸，慢点。哎，爸，你这是怎么了？没什么，老爷在外边可能多喝了2杯。爸，你看谁来了？伯父，这是谁啊？爸。你怎么连邦哥都不认识了？他专程回来看您的。伯父，今天中秋节，特意过来看你。多年没见你，向你赔罪。我不认识你。老爷，爸，慢点。你怎么能说这话呢？哎呀，李叔，我来吧。哎，好。爸，你慢点。李叔，小心。伯父常常喝醉吗？从来没有过。我来府上这么多年了，老爷虽然每天喝点小酒，但是从来没见他喝醉过。哎，您稍等一下啊。好。喂，陆府，您哪位啊？哦，在。哎，杨先生，找您的电话。找我？哎，是。哎，谢谢。喂，杨金邦。3年前令尊大人怎么死的，你还没弄清楚吧？你谁？喂，说话呀！3年前令尊死后，是阮乾坤接任了绍兴商会的会长，没想到阮乾坤也步入了令尊大人的后尘。你什么意思？阮乾坤死了。阮乾坤死了？你给我说清楚。会计会所你应该是熟门熟路了，赶紧去看看吧，没准还能找到令尊大人被害的幕后黑手。喂，怎么了？谁的电话？快走！哎，会长死了！会长死了！
哎，老弟，张探长，怎样？这里是华界，你怎么样？这里虽然是华界，可死者和租界的洋人公司有很多商务往来跟赵伟债权关系。我们巡捕房不管不行啊。是谋杀吗？我只是到现场看了一下，什么都没动，就等你这大侦探来找个答案呢。走吧，进去打开他。好。洋侦探也来着，有点破。我爸只喝自己泡的药酒。他发誓，现场只有2人对住，阮乾坤死了，而另一个是燕儿的父亲。不，这不可能。阿亮，小宋，快！金巴，有什么发现吗？这周菜是这个酒店送来的，我马上去核实。走。是。老大，胖哥，干活。好。初步判断是死于中毒。什么毒？现在还无法确定，需要做进一步尸检。这饭菜是从外面买回来的，这酒应该是个人藏酒，也就是说，会所里一定还有别的藏酒。我马上去酒窖看看。不用了，这酒是我爸自己带的。令尊大人出来吃饭还自己带酒？也不是，我爸只有去特别好的人家才带自己的药。那这么说，这酒应该没有问题吧？张探长，你恐怕是想说这酒里有问题吧？我没这么说。从现场看，酒桌上只有2个人，一个是死者，另一个就是我父亲。我知道您心里想什么，你放心。我很快就会递交这坛酒中剩酒的检验报告。不用了，我看这酒还是由我们巡捕房带回去检验比较好。您什么意思啊？燕儿，探长是对的。